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二三柜的一些内容今天是最后一个课程今天的一个课程的内容是关于沟通问题的。那所谓的沟通问题也就是安装现场是没有问题的，装完之后的效果跟客户的一个需求它是不一样的导致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情况。那二三柜的一些沟通问题，其实跟08的一个沟通问题基本上相差不是很大。最主要的一个相差的话，就是二三柜它默认的一些配置跟08柜默认的配置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还是属于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嘛，很多设施可能习惯用了08的一些配置来跟客户去谈，但是下单的时候他还是用二三柜去下的，导致这种跟客户需求不一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就是讲一下二三柜有哪些默认的一些配置大家了解一下这一些配置的一个情况。那首先第一个的话会有一个背板的一个默认，二三柜默认的背板是5毫米的中间板，对吧？那如果我要改成一个9毫米的一个板件的话，可以在背板厚度这个位置去改。当然，如果你想全屋改的话，就可以在我的一个高级定制里面的一个全局替换里面直接选择全屋去替换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是比较方便一点点的。那有人会问，那我选了这个是不是全屋都帮我改了？那我怎么去查看它有没有改好呢？这里的话给到一个建议的话，大家可以用到软件检查的功能柜身材料这里。这个位置主要显示是柜身材料的，它会显示左右侧板、顶底板，包括背板的，对吧？那我们主要是关注一下它有没有5毫米跟9毫米混用的。如果有混用的话，就代表你是混用的背板，对吧？你混用的情况的话，我们手动把它改回来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个关于背板这里的一个说明那第二个的话是关于一个铰链的一个说明。铰链的话，它默认是零质铰链，零质铰链是海蒂斯的一个内置阻尼的一个铰链OK， 如果客户跟我们讲我要的是国产铰链便宜一点嘛，或者是我要海蒂斯分体的那一款铰链，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直接去选择替换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有全局替换同样是在这个位置选择我的铰链的一个类型就可以了，可以去替换的。当然，那我们怎么检查呢？有2个方法，第一个是在下单的时候才发现的下单的时候如果同一个订单不同铰链的话，它是限制我们下单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退出下单模式，重新替换一下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软件显示这里检查显示这个配件里面也是可以发现的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海蒂斯跟国产的或海蒂斯分体跟零质铰链的这样子混着下单的，如果有这样子的话，记得也要去手动把它调整回来这个的话是关于我们零质铰链的一些说明。那第3个是关于一个抽屉导轨的，抽屉这里它用到的12毫米的抽屉，默认的隔饵不纹的颜色只有一款颜色，它没得选其他的一个材料，做不了柜身的一个材料。OK， 搭配的导轨是普通导轨不带缓冲的，就是一个最低配的一个选择。OK， 如果客户跟我们讲不行，我不要12抽的太薄了，颜色太难看了，我要做同身的，那就选18的那我要稳一点，那我就要做缓冲导轨或者是隐藏导轨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的话就看你们去选择。一般来说我们替换抽屉的话，以前我们会把抽屉给删掉重新加，但是现在的话就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做会很麻烦。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在组件里面直接选择一个抽屉直接替换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会弹出一个替换的一个框框选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替换的一个抽屉就可以了，包括 AC3 也可以选对，因为 AC3 可以选，所以现在抽屉不能够允许备注以前我们很喜欢备注做 AC3 CT9是吧？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功能上面有的选，所以它现在不允许我们备注的你备注了工厂会退我们的。OK， 这个的话注意一下就可以了。第4个是关于一个大家争议也是有点大的，关于这个抽屉书桌的底部改成这种拉条的结构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不好看，客户肯定会有售后是吧？所以现在的话会有个整版给我们去选看客户的选择。如果我们觉得难看，或者是客户觉得难看的话，我们就选整版吧，就可能预算就要高一点点，应该会差100多200块钱左右吧。OK，这是第4个。第5个的话是关于这个的话可能大家没怎么留意过只要它的一个产品命称为一个书桌吊柜，那它的背板就只有一种选择，默认是18的，没得选9毫米跟5毫米的。因为这一种书桌吊柜的话，它是用来放书的，它要求的那个承重能力比较好，对吧？它要钉墙还有它安装现场的话，它可以跟层板钉固定这个的话增加我的一个层板的一个承重能力，没有那么容易变形所以它默认都是18的，没有9跟5给我们选如果我们要选5跟9的话，可以选其他的一个抽屉吊柜就可以了这是第5个。第6个的话是之前的一个视频有讲过的外顶柜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嫌弃这个缝隙的问题嘛，对吧？那这个缝隙如果真的是太嫌弃的话，就是可以在参数里面直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整板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也是比较好解决的。那第7个是关于一个榻榻米的
榻榻米的一个底板厚度是12毫米的隔不纹颜色，默认是12毫米隔不纹的如果客户说不行，太难看了，我打开了看了也不舒服，怎么办？那就换成一个18的。这里的话有个参数是可以选，改成18的就可以了。OK，然后第二个，它默认的气压撑是国产的一个气压撑，叫永盛牌的一个气压撑。如果客户说我要进口的气压撑怎么办？那直接在这个参数里面可以选择进口的气压撑，舒适派的一个气压撑，它只有这一款进口的。OK，主要是看客户的预算跟客户的一个要求我们根据这些要求来改就可以了。而有时候以上这7条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来说二三柜默认的一些规则的问题吧。有时候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改一下里面的一些默认的配置，对吧？那改好之后，有时候后期的话，我们副词本来会调整，或者客户临时要调整的，调整尺寸的，调整尺寸的话就要注意一下。那有时候我们调整尺寸的话，我们这些默认的一些配置它会变回来原来的一个配置。有时候我改了一个9毫米的，但是我改了一个柜体尺寸，它是不是会改成一个9毫米，又变回了个5毫米的？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检查，就是我们提交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检查的那个清单，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下错的情况，对不对？这个的话，如果要补前污的话是比较难搞的。OK，那以上这7条的话，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记清楚，然后改动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就可以了。OK，那以上的话就是这一次二三柜补单的一些分享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到以上的一些知识点，然后在我们接下来二三柜下单或做方案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免掉以上说的那些问题，好吧？OK。